我们暂时不让你取钱。08年金融危机，全球股市腰斩，数百万人失业，无数家庭破产。他们的开端只是一句“我们暂时不让你取钱”。时至今日，相同的一句话再现。260亿美元，这是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旗下一个私人信贷基金的规模。今年一季度，投资者想要赎回12亿美元，贝莱德说不行，你的钱我只能先还你一半，剩下的排队。你可能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我们将时间线拨回07年那个夏天，纽约曼哈顿华尔街上有一家投行叫贝尔斯登，当时有多牛，全球第5大投行，在华尔街混迹85年，经历过大萧条都没有倒。但是在这一年的6月，贝尔斯登旗下的2只对冲基金出现了问题。这2只基金重仓的话是次贷，那说白了就是把钱借给一堆根本还不起钱的人。投资者听到风声慌了，赶紧跑去赎回。贝尔斯登怎么说的？暂停赎回。当时华尔街的反应，你猜是什么？没事，就一家公司的问题，整个金融系统还是很稳的。9月后，08年的3月，贝尔斯登崩了，摩根大通用2块钱一股收购了它，你没听错，2块钱。1年前它的股价是170块，暴跌了 98%。然后呢，雷曼兄弟倒了，美林倒了， AIG 倒了，全球金融海啸。回头看贝尔斯登那句暂停赎回，就是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。其实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，再往前推1998年，一家叫做 LTCM 的对冲基金，创始人里面有2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，他们用数学模型炒债券，杠杆加到25倍。俄罗斯一违约，模型崩了，一个月亏掉46亿美元。最后美联储紧急召集14家银行，凑齐了36亿才把窟窿填上。2026年的今天，同样的话正在从贝莱德、黑石、蓝欧这些巨头的嘴里说出来，暂停赎回，限制提款。历史绝对不会简单重复。在解释这些巨头为什么不让你取钱之前，你首先要搞明白一个东西：私人信贷。这几个字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，但它现在的规模已经超3万亿美元。它是怎么运作的呢？很简单，一家公司想借3亿美元，它要先去银行，银行看了说你风险太高，我们不借给你，它再去资本市场，因为它规模呢又不大，上市发债都走不通，所以他只能去找第三方，比如黑石，比如蓝欧，有时候是贝莱德。这些公司呢，他们不是银行，他们不受银行那一套监管，也不用接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审查，不用满足美联储那些基本的资本要求，但是他们愿意借钱给你，条件呢就是利息高，10%或者15%，甚至会更高，因为你是银行都不要的客户，你是高风险借贷人，你没得选，你只能吞下这个高息，这就是私人信贷。那既然是公司，无论是私人信贷公司还是其他公司，公司维持都需要一些成本，那他们自己的钱从哪里来呢？他们把贷出去的钱打包成一个基金产品，回过头来继续卖给投资者。你给我钱，我替你放贷，赚了利差大家分，年化回报 8% 到 12%， 听起来很诱人。所以养老金来了，退休基金来了，家族办公室来了，我们普通散户也来了。那么问题是，这些私人信贷公司放出去的钱给了谁呢？你以为他们会很谨慎？不，数据摆在这里，截至25年年中，通过私人信贷公司里面超过 40% 的自由现金流是负数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些公司每个月都在亏钱，然后呢还要再给你支付 15% 的利息，你觉得这合理吗？再加上美联储一天不降息，这些公司的利息就一天比一天高，扛不住怎么办？只能违约破产跑路。也许你可能会想，这是华尔街的事情，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？那是因为你存钱的那家银行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对冲基金的金主。IMF 发出过警告，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对冲基金、私人信贷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敞口加起来一共有 4.5 万亿美元。4.5 万亿什么概念？平均下来占银行贷款总额的 9%， 甚至有超过 40% 银行，他们对这些非银行机构的敞口已经超过了一级资本。翻译成人话，如果这些对冲基金一起倒的话，有40%银行的本钱是不够赔的。这里可以插播分享一下哪些银行对冲基金敞口比较大。第一，富国银行；第二，美国银行；第三， PNC； 第四，花旗；第五，摩根大通，全都是你叫得出名字的大行。那如果你在这些银行当中存了钱超过25万美元，也就是 FDIC 保险的上限，多出来的部分万一出事情是没人来进行兜底的。那你不是说还有美联储吗？美联储不是每年都在给银行做压力测试吗？对，25年的压力测试结果出来了，所有大银行全部通过，听起来会让人安心，但是你知道他们是怎么通过的吗？降标准。说白了，考试变简单，所有人都及格了。当然这还不是最离谱的，最离谱的是美联储压根就没考这道题，银行对私人信贷和对冲基金的风险敞口没考。为什么？美联储的原话是，这些私募股权投资通常是长期持有的，在压力时期一般不会主动抛售。这句话说得很好听，但现实呢？
白爱德的基金限制赎回，黑石的基金限制赎回，蓝欧的基金限制赎回，投资者在拼命抛售。美联储说他们不会抛售，投资者说我现在就要跑，你信谁？这才是让人不安的地方。私人信贷暴雷只是问题的一条线，另一条线更加危险。滞胀。什么是滞胀？经济停滞加通胀上升，最要命的组合。因为经济不好的时候呢，央行应该降息刺激，但通胀上升的时候呢，央行又必须要维持高利率来压制物价，两头堵，左右为难。先看就业，25年2月份，美国新增非农就业数据是疫情以来最差的一个月，失业率在爬升，裁员在增加。再看通胀，在美军攻打伊朗之前呢，美国的通胀就已经在往上走了。现在中东打起来了，油价又要起飞，油价一涨，运输成本涨，食品成本涨，原材料成本涨，所有的东西都会跟着上涨。那你还怎么盼望着美联储降息？通胀压在头上，利率降不下来，利率降不下来，那些背着浮动利率贷款的私人信贷借款人，他会继续扛着高息，扛不住呢，只会越来越多，违约也就会越来越多，银行的窟窿就会越来越大。那如果信贷收紧，信贷一紧的话，企业借不到钱，经济进一步放缓，经济放缓的话，因为失业率会继续上升嘛，所以呢，它是一个死亡螺旋啊，每一环都在推动着下一环往更糟糕的方向去走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恐慌了，慌其实是最没有用的情绪，恐慌性抛售才是真正让你亏钱的东西。在过去100年，美国经历了16次衰退，25次市场崩盘，每一次大家说完了，每一次市场都最后创造了新高。08年的崩盘，标普500跌了 56%， 如果你在最高点买入，然后死拿不动，到今天你的钱也已经翻了好几倍。20年疫情崩盘，标普跌了 34%， 之后呢1年半就收复失地，然后继续上涨。所以第一条，不要恐慌性抛售，人人都在喊世界末日的时候，恰恰是最好的买入时机。第二条，如果你是长线投资者，恰恰应该关注这种危机带来的机会。历史上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会创造出更多的百万富翁，为什么？因为好的公司突然打折了，就像双11打折，同样的钱你就可以买到更多好东西。今天讲的这些不是在贩卖焦虑，也不是在预测明天市场就会崩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当一家管理着10万亿美元资产公司说你不能取钱的时候，这绝对不是正常现象。当美联储连压力测试都不敢考的题目变成现实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信号。讲到这里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，还有众多新人福利。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，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。如果还没有 Get.io 的账户，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，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。在注册的时候，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，这样你可以获得 20% 的终身手续费返还。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游拿到爽，一鱼多吃福利多。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。同样，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，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，通过简单的参与，比如说转发帖子、关注，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，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。那这些积分的话，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。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。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，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。